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我们要讲一下新版水晶科技的事情了。那水晶科技不是在前不久才更改吗？怎么又在更改了？那在之前的官方公告还有策划面对里面有提到，新版的水晶科技就比较伤害低一点点，就他们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爆发，没有什么伤害，所以他们做了一些改动。那这些改动将会出现在新的剧本，就包括英雄战歌、兵无常势、十一世一还有不列颠之王。然后这边改的这些水晶科技数量，这个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是有跟大家讲过，然后还有调整了科技，等一下我们会去讲这个部分。但是这个解锁的方面呢，现在还不能去跟大家说明了，因为现在我们只能从游戏里面这里看到新版的水晶科技是怎样的，它没有一个模拟器让我们去知道应该要先解锁哪一个才可以解锁另外一个。所以今天我们会根据他们这边公告所写的东西来看一下到底改了什么。那首先我们这边要看的就是调整了科技、刀枪不入、剑与难擒这些这很长的一段东西啦，我们直接看游戏里面。 OK，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呢，在这里提升了我们的生命值后面呢，其实这里是会有一个伤害降低的部分的。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这里是有正在进行 KVK 的画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啦，分享给大家。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原本这里所提升的是受到步兵单位的伤害降低，然后接下来还有受到骑兵、步兵、工兵、工程车的伤害降低，最后才到了出其不意，也就是造成对方集结驻防的伤害提升。但是现在新版的水晶科技变成了这样子，除了受到步兵单位的伤害降低之外，对步兵单位造成的伤害提升 10%。 这个就是之前有讲到的，就是觉得新版的水晶科技伤害太低了，所以他们才增加了这个伤害在里面。那这边全部都是一样的，工兵单位伤害降低，对步兵单位造成的伤害提升，骑兵、工程车，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图案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你们要提升到这里的水晶科技呢，其实你前面要解锁很多东西才可以解锁到这个部分的，所以变相也就是等于说，如果你是有花钱去购买水晶科技，并且是提升到这个段位的玩家，你的伤害才会提升，所以也就变成说有可能在关卡期开放甚至到皇庭的时候呢，这些有花钱去氪水晶科技的玩家伤害就会更加高。这个也算是对于那些有花钱跟没有花钱的玩家做了一个区分嘛，因为之前改版的新水晶科技呢，很多玩家就会觉得说有花钱跟没有花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就算你没有花钱，你只是把你的水晶科技可能提升到这里的阶段呢，其实你的部队都是很硬了，然后有花钱的玩家感觉都打这些没有花钱的玩家好像不通这样子，所以官方现在才增加了这一个项目进去。那当然我相信官方增加这个东西呢，玩家的看法也是很两极化的，有些人会觉得说哇，这样子我们跟有花钱的玩家差距越来越大了，但是对于那些有花钱的玩家来说，他会觉得说这样子才是他想要的东西，就是他想要花钱看到有一些差别，而不是有花钱跟没有花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这边就看玩家怎样去理解这件事情吧。那么对于我本人来说呢，我在之前也是有做过好几个影片关于新版的水晶科技，我是有跟大家讲，其实如果你在不花钱又或者是花很少钱的情况下，基本上你能够提升到这里营地扩建已经是算不错的，比较少玩家可以开到第6个部队或者是第7个部队了。如果是没有花钱或者是花很少钱的情况下，就比方说买一个水晶月卡的那一种玩家就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到了后期比较多那些没有花钱的玩家呢，其实都不会去野战了，就比较多可能是去补集结、补驻防，只有在关卡4的时候会野战，或者是在关卡7的时候可能用1-2个部队野战。因为到了后期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没有多少部队了，因为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呢，它在一开始就可以让我们用了差不多40万的部队派遣出去，所以在早期大家还没有耗损兵力的时候，可能可以派到完整的5个队伍或者是7个队伍，但是随着你的部队慢慢去死亡，比方说你围殴旗帜，然后偶
偶尔加入集结或驻防的话，可能你的部队就剩下不多，变成了4队5队的时候，那到后期你真的就只能补兵而已，尤其是那些没有花钱的玩家。所以如果你是后期已经是没有野战来讲了，其实这些东西增加了跟没有增加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对你来说你只是加入集结跟驻防而已。但是如果你是中客玩家，你是有买水晶科技，但是不是买很多，就比方说你只是买戎马关山，肯定买3个戎马关山就到达这个程度的话，可能你会比较慢一点。因为在之前有讲过，如果你是勤劳一点，每天有买礼包，有买水晶科技礼包、戎马关山的话，其实在关卡期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把你所有的科技升满了。但是你只是依靠戎马关山的话，可能会稍微慢一点点，所以在关卡期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对方会比较痛一点，如果他是有花钱的情况下啦，所以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影响。那些没有花钱后期没有打架的玩家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啦，但是你到了后期你依然还有部队，但是你又没有花钱的玩家，那你就真的会感受到对方的部队打人真的比较痛一点了，而且不是痛而已，它是又硬又痛，因为它这里还有包括受到某些兵种的伤害降低。所以如果你是没有花钱或者是花很少钱，你又想要野战到最后到黄庭的话，你就要自己做好心理准备了，可能有花钱的玩家他又硬又痛，比较难去对付。再来就是我们败兵即返这个部分呢，现在增加了这个自动的按钮，你可以给它自动返回城市，或者是你可以选择手动返回城市，并且它所使用的宝石数量呢已经减少了，从原本的200颗宝石变成80颗宝石。因为我在之前使用这个水晶科技的时候，我感受到的就是每一次我要快速的返回部队呢，我必须要每个部队去点选，然后它会跳出一个窗口问我是不是确认要回去，但是它那个窗口是有 bug 的，就是你勾选了24小时之内不要弹出通知，它依旧还是弹出通知，所以它增加了这个功能其实会比较方便一点啦。那其实还有一个更新，就是昔日荣光的伤害呢就有做了改动，对集结或驻防部队伤害提升的效果，但是因为现在只是报名阶段了，所以我们暂时是没有办法观看到的。现在能靠的东西就是增加了这个部分，还有增加了这个手动或自动的开关按钮，减少了宝石的用量。那它前面要怎样解锁到后期呢？这个也是要等之后有玩家分享来知道了。那其实这个报名呢也是有出现了一些新更新的东西啦。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国王已经设置报名信息查看限制，我没有办法有权看到王国报名剧本的信息，所以现在是已经完全看不到了的。之前有解释过为什么他们要增加这个东西进去啊，因为有一些王国可能会去追击某一些王国就开了一个账号在某一些王国去看他究竟有没有报名 KVK 啦，所以官方才增加这个东西。不过我们依旧还是可以看到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地图啦。那接下来这2个版本的地图应该也是新版改动的水晶科技吧，因为它这边没有放先锋体验版，所以我也不能确认。只是这一次暂时报名的地图呢，有2个地图是可以选择那个新版的水晶科技。如果你们的王国是有报名的话，也是可以在之后体验了跟我讲一下这个改动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变得比较好，打人比较快了。还有这些驻防的部分呢，也是可以做分享啦。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啊。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那当然我也是希望有不同阶层的玩家可以做分享啊，不管你是有花很多钱去购买全部水晶科技的玩家，花一点点钱，或者是中客玩家，都可以跟我分享。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